嗨，我是 Albert。这集要搭公车去哪玩呢？阳明山国家公园是台湾离都会区最近的一座国家公园，不仅有多变的地貌、丰富的生态，更有野生动植物的存在。这个频道成立以来，我们录过多部走访阳明山的影片及公车路线。但你们以为阳明山已经没有景点可以介绍了吗？那就大错特错喽！这集我们从捷运剑潭站出发，搭乘小15一路玩到终点擎天岗，还会带大家到一个珍贵的秘境走走逛逛。相信大家听到这里一定很期待吧？在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先按赞订阅起来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出发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人在捷运剑潭站1号出口这里。等一下呢，要来带大家搭乘的这一条路线是小15，从捷运剑潭站出发到擎天岗，我们又要上阳明山啦。那这一集我们一样要采用一线玩到底的方式，搭乘小15，沿途探访阳明山的不同的景点。阳明山到底还有什么景点是值得一去的呢？现在就跟着 Albert 一起出发去坐车喽！好，出发喽！捷运剑潭站1号出口旁边，就可以看到小15的站牌。若搭车人潮众多，请大家依序排队上车哦。小15自捷运剑潭站发车，沿途行经士林分局、捷运士林站、士林官邸、养德大道、金山路、冷水坑，最后抵达终点擎天岗。全程一段票，由首都客运营运。小15另有只行经至金山油气区的区间车，大部分的班次为中型巴士行驶。若人潮众多，会是山区天候状况加开捷运剑潭站到冷水坑服务站的大型巴士行驶。这集我们采一日游、一线玩到底的方式，搭乘早上8点40分的小15。至于会先在哪站下车，就请大家看完这部影片哦。此外，在这里向所有的粉丝们说声谢谢，我们的频道正式突破6万订阅，未来还有更多不同的路线及景点的影片，还请大家继续支持哦。士林夜市附近的阳明戏院于1955年5月15日开幕，是台北市早期的老戏院。1970到1980年代的士林、阳明、光华、立丰等戏院是民众约会的好去处，但随着威秀、大直美丽华等影城出现，老戏院逐渐歇业。阳明戏院则于2019年9月15日熄灯，现在只能透过照片来回忆了。小字头的路线称为小型公车路线，为了能增加台北市偏山地区的大众运输，台北市交通局于1979年起推出小型公车的服务。山区路段因路幅较小，多半的路线皆以中型巴士行驶。营运超过40年的小型公车，随着山区路幅变化，有些路线会出现大车行驶。这集所搭乘的小15便是其中之一。
最早的小15为1984年7月6日由台北市公车处批示，由士林开往金山里。到了1990年代，将部分的班次延驶至冷水坑。2年6月27日，小15交由首都客运接驶，并改为捷运剑潭站发车。金山露营场的班次改称为区间车。2004年1月6日，小15延驶至擎天岗之后，捷运剑潭站到擎天岗成为最熟悉的样貌。2014年1月11日，因金山路99项通勤需求，将区间车的部分班次的返程绕驶金山路99项。山子后指的是山的后方。从前至士林往返此地，需要徒步翻越大轮尾才能到达，因而得名。1960年代，文化大学在此创校，加上养德大道拓宽，使得地势相对平坦的山子后成为阳明山上最热闹的地方。右转金山路，这里有什么样的景点呢？第一站，我们先在山子后下车，一探究竟。从金山路往回走，过马路右转顺格致路到爱富2街左转。这里是阳明山美军宿舍区，为山子后地区的景观之一，就在文化大学附近，大约有150栋，供1980年代以前的驻台美军军官、顾问及其眷属在台居住。在美军离台后，美军宿舍区的房屋逐渐废弃闲置，之后由台湾银行及经建会接管部分的建物，出租作为住宅及美国在台协会人员居住，也有一些建物作为餐厅使用。往前走即是阳明天主堂，开学期间也可以搭乘绕驶文化大学的红五以及303抵达，在阳明天主堂下车就可以了。第一个景点需要先在这里集合哦。OK， 各位朋友，现在我们人在阳明天主堂这里。等一下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，算是阳明山的一个秘境，叫做蓝宝石涌泉。那这一个秘境需要预约的，需要透过台北市自来水园区的官网去做预约。预约成功之后，会发送一个 QR code 到你报名成功的一个信箱里面，你可以把它存在手机上面。报到了之后要给服务人员刷 QR code， 另外刷了 QR code 成功之后，他会给你一张那个入场识别证，请一定要佩戴好。蓝宝石涌泉的导览时间是早上9点半到11点，那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准备出发去这个蓝宝石涌泉秘境哦，走喽！早上9点30分，我们准时出发，由阳明天主堂旁边的爱富2街，爱富2街12巷往前走，要来发现这座水源秘境哦。当天天气相当棒，还可以一览沙帽山、大屯山景。顺着天母古道登山口指标往前走，来到天母古道的登山口，这里是一路往下的，总共有200多阶石阶。若是旅程当天遇到下雨或担心平衡感不好，请记得携带登山杖以保持平衡。看到水源种地的指标，往右走就到达目的地了。草山水道系统是1925年因应台北快速成长的人口新开发的水资源，由日本人于阳明山发现的水源地，于1928年新建草山水道，1932年完工，由大屯瀑布引水，涵盖范围包含阳明山竹子湖、天母，一路到圆山蓄水池等。整体系统是由佐野藤次郎先生所设计，并于2004年登录为台北市定古迹。
天母古道又称水管路，在日本时代是运送阳明山涌泉至天母地区的路线，因此整条登山路线沿途都能看见水管铺设。在进入满宝石泉以前，会先经过一条拱桥，叫做草山水管桥，外层为混凝土材质包覆着水管，也为了避免水管受到火山硫磺的侵蚀，更为了保护纯净的涌泉不受污染。右边的瀑布水看似清澈，但却是不能饮用的。好啦，准备揭开蓝宝石涌泉的神秘面纱喽！蓝宝石涌泉，源源不绝蓝宝石色的水流，其名原因是泉水从紫苏角闪安山岩涌出，阳光照射，散发着如同蓝宝石般的透亮光芒而得名。蓝宝石泉水属于火山矿泉，水里富含钠、钙、锌、钾等元素，因位于无污染的山里，不需要经过再次过滤就可以直接饮用，水源永久不衰，终年水温在摄氏22度到26度之间。旁边的水龙头即是蓝宝石涌泉水，可自行携带空瓶使用。我呢，当然也要畅饮一下喽。欣赏完珍贵的蓝宝石涌泉后，往下走即可和水管桥、瀑布进行拍照留念，再吸收负离子，身心得到完全的放松。总觉得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。随着导览即将进入尾声，我们也必须离开这个珍贵的水源地。若是对草山水道蓝宝石涌泉有兴趣的朋友们，在影片的最后会放上相关资讯供大家参考。离开蓝宝石涌泉，我顺着原路走回，同样的穿过美军宿舍群，在金山路附近享用完午餐后，下午时分我再次搭上小15，准备前往终点擎天岗。金山路、平金街的路名，为什么都有“金”这个字呢？因早期的阳明山盛产蓝染原料大金，因此蓝染曾是阳明山重要传统产业之一。在19世纪初期的阳明山附近溪谷广泛种植，以前的染布业是相当兴盛的。后来人工染剂发明后，手工蓝染产业才渐渐没落。小15不仅服务金山里周边，更是到擎天岗冷水坑踏青的首选。从捷运剑潭站1车直达，省去至阳明山公车总站，再转乘108游园车的时间。不仅如此，若是假日人潮众多，在冷水坑服务站另有加开冷水坑到擎天岗的接驳车，提供更便捷的交通。小15有着源源不绝的客源，是小型公车路线中最赚钱的一条。相信小15仍会是阳明山不可或缺的重要路线。好啦，终点擎天岗到了，我们要准备下车喽。擎天岗为先民早期往来金山和士林、天母的重要中途点。擎天岗旧名岭头岩，这里同时也是雨云路古道的登山口。来到擎天岗的环形步道入口处，有一座岭头岩土地公庙。之所以会称作岭头岩，是因为在该土地公庙的正后方有一个巨大岩石，
200年前由竹子山茶厂迁移至此，旧庙就在新庙的后方。云路古道亦称金包里大路，是早期因为金山的渔民要将渔货步行运至士林、大稻埕等地贩卖，云路古道变成了商业用、生活用的重要产业道路。搭建于此的土地公庙也成了先民们路途中的重要信仰据点，也是云路古道上历史最悠久的土地公庙。往前走就是擎天岗环形步道。擎天岗位于大屯火山群峰中央，是早期竹高山熔岩向北喷溢所形成的熔岩阶地。擎天岗草原以前称作大岭或牛埔，自清代末期及日本时代以来，便是牛只放牧的重要场域。日本时代将擎天岗、七股山、黄嘴山、石梯岭及顶山等区域划设为大岭古牧场，实施耕牛寄养制度。全盛时期约有1600头牛寄养于此。随着农业机械化后，放牧产业逐渐没落，牛只数量大减。有些水牛则是在擎天岗一带自然繁衍，现已形成3群无主野化水牛群。野化水牛具有野性，防卫心强。当游客过于靠近，甚至触摸或逗弄，他们觉得安全受到威胁，就可能会有顶撞等攻击行为。请大家多注意，别和牛群太靠近哦。紧接着，我继续顺着擎天岗环形步道往上爬，经过2处水泥碉堡，来到擎天岗的最高点竹高山。这里海拔830公尺，由于四周没有高山遮蔽，居高临下，视野开阔，可以眺望纱帽山、七星山、观音山等。天气良好，更可以远眺淡水河与大台北地区，四季皆能欣赏优美的草原。每年10月份开始，芒草也陆续开花，秋冬时更可以欣赏满山遍野的芒花。来擎天岗踏青，绝对要到竹高山走走逛逛。享受完竹高山的美景，我便原路下山，回到擎天岗环形步道。左边有条路可一路通往冷水坑，这条就是冷擎步道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位于冷水坑和擎天岗之间，全长1.6公里。连接中湖战备道路而行，穿越七星山、七股山到冷水坑。冷水坑这个地名始于清代中期，为昔日七星山与七股山熔岩堰塞形成的湖泊，后因湖水外流干涸，湖底露出而形成洼地地形。这里的温泉因温度只有40度，远低于其他地区温泉温度而得名。经过鸡心文观景台，这里是海拔763公尺，因外形似鸡心而得名。清代曾是河南永军驻扎练兵场所的所在地，日本时代是牧场的一部分。以前的牛舍遗迹隐藏在周边森林中，现今四周为树林及芒草。虽然现在牛只已大幅减少，仍然可见牛啃食芒草的痕迹。继续往冷水坑方向前进，这里是冷水坑生态池，池中生态相当丰富，为1955到1965年间，瑞永矿业公司于冷水坑开挖硫磺矿的废土堆置区，其低洼处自然形成堰塞池，曾于1991年整理成生态池，并赋予台湾水酒，但因周边环境具危险性而未开放。2015年3月正式开放，提供民众休息的好去处。金山吊桥全长约50公尺，以红褐色的桥柱、黑色的钢索与原木的桥板为其特色。桥下有硫磺味的溪水为内双溪源头支流之一。
附近也是旧时采硫磺矿的遗址。沿着牛奶湖的指标向上走，可以到牛奶湖观景台，由上往下看，可以看到一池乳白色的湖水。这样特别的湖水颜色是不是很像牛奶呢？但这座牛奶湖是不能喝的哦。牛奶湖也是早期瑞永矿业公司露天挖掘的主要矿坑凹地之一，因无清水流经，长期以来聚集雨水，地表水沉池，溶于水中变质矿物成分，日积月累形成白色沉淀物溶于池底，阳光照射后便呈现出乳白色湖水样貌。离开牛奶湖，也到了冷情步道的终点冷水坑游客中心。游客中心旁有咖啡厅，可在此进行冲击。不过，冷水坑附近还有什么景点呢？从停车场往前走，最后来到冷水坑公共温泉浴室。冷水坑的温泉由七星山东路的岩隙中自然涌出，为地下水经间接传导加热而成，温度约40度，属于低温弱酸性碳酸氢盐温泉。早期原为瑞永矿场的员工浴池，直至1965年关厂。1985年洋管处成立后，于1992年改建成男女各一间的公共温泉浴室及户外泡脚池一座，提供游客体验泡汤乐趣，完全免费。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入内泡汤请务必遵守相关规定。介绍了这么充实的阳明山景点，你们是否跟我一样想来一个阳明山一日游行程呢？不妨就来搭乘小15吧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这一集顺利的带大家走完阳明山蓝宝石涌泉、擎天岗、竹高山以及冷水坑，也是相当充实的行程。也希望这一集的行程大家会喜欢哦。那这一集的影片就为你录到这边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 Albert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喽。